好，来看看今天的比赛。那么今天小狼也是回归啊，这个拳皇呢回来第一天，咱们先做了恐龙新世纪啊，然后第二天咱们还是拳皇大餐。今天的比赛呢也是非常精彩，来自于灰灰和秦帮主啊。当然这场比赛呢，咱们要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啊，这个要说句实在话呢，如果打3问的话啊。对于这个帮主和灰灰他俩呢，应该都不是特别，就是不是最超级的擅长的啊。就像你像老 K 啊和灰灰他们打这个3问，应该属于这个总体来算的是第一阶梯，但是在第一阶梯当中呢，属于偏弱一点点啊。但是不得不说，他俩的3问比赛呢，咱可以看一看帮主呢回归之后呢，实力呢虽然说呢也有一定的回升，但是由于这么多年不玩啊，照这帮那个高手呢，确实差了这么一小截啊。今天做这个比赛呢，也是给大家伙展示一下这个传说中的3问。因为这个3问的比赛啊，也是比较具有观赏性。那这一阵呢啊，小狼也是在做这个这个在做直播的这个路上啊，也是越走越远啊。因为说这个所以说呢，小狼这个在直播上呢要回归。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大家伙呢也是这个做这个视频啊，前1个星期之前呢，小狼是没怎么做其实已经回家了，没做呢，大家伙一定要谅解啊。那么在这个比赛呢，开头第一局，咱们这个给大家伙这个。也要絮叨吧啊！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事实上呢是帮主和灰灰他俩打这个3问，我做的第2场。然后他俩这个3问的比赛呢，你可以看到啊，由于有这个非常充分的格斗的这个底子，所以说2个人打的是非常的这个嚣张嘛啊，因为说比较这个细腻。在这个3问的角度上来讲呢，他们是把其他人物糅合进去。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局灰灰的包子跳臂下轻手，接上这个必杀。这招呢，说句实话啊，感觉给人一种感觉是跟他徒弟包王学的啊。这个事儿你懂的啊，就是这玩意儿啊，3人行必有我师嘛，对不对啊？好了，当然咱们这个是咱们这一次呢3问呢还是一个无规则的比赛啊，就是说你无规则，就是允许你无限连裸杀什么都允许，但是你牛逼是你随到了那个人物啊，你随到了这个裸杀狠的人物，或者说无限连狠的人物那才行。你像这个金家潘都可以裸杀啊，太赖了。那这一阵呢，小狼说：“小狼你到底在哪直播呀？”小狼是在这个斗鱼直播啊，在斗鱼直播呢，小狼的房间号呢是97号，你看这个号非常吉利啊。应该说是斗鱼亮号的，就是最强亮号的啊，就没什么好说的啊。当然呢，这个漂亮跳地重攻击接上一个必杀，但是这个必杀打血不多啊，这个又比较憋屈。反摇腿过来，前跳地啊，这一局帮主的这个 king 乱动啊，前跳过来后拉，好了，搓地板回身再高，再搓下重手一个气功，再回身一个这个气功，哎呀，这个搓地板这招呢还是比较容易越波的啊。然后这个借着刚才那个话题，小狼说呢是每天晚上啊，应该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每天晚上这个7点左右啊，6点多钟可能就开播，然后呢这个就开始直播到深夜。大家伙呢也是一定要来支持一下啊，每天晚上。然后呢这一阵呢是有这个黄金联赛和白银联赛，星期3、星期4是白银联赛，星期5、星期6呢是黄金联赛。小狼呢基本上每天这些比赛晚上，尤其是比赛晚上，铁定是啊来这个斗鱼的97号房间，大家伙可以到这个斗鱼的格斗区啊，基本上就可以看到我的身影啊。这样的话呢，大家伙那个一定要来支持我一下，在这呢我那是大家伙说声感谢吧啊。第一局看看。帮主呢这一局应该说他的这个七侠社啊，不是七侠社，他的这个 king 啊，还是有点太过于这个奔放，什么招呢都是被人骗到了，比如说像这个反摇腿经常被骗。这个 king 的帮主呢，我倒知道有一段故事是讲帮主的啊，因为之前呢南京有一个高手叫火舞王，这个人的这个取向大家伙先不这个取向先不议论啊，这个我是跟他睡过一觉啊，这个是个男的，但这个取向这个啊。但他呢曾经就跟我说过，说他的这个什么 king 啊、不知火舞啊、千鹤啊，都是帮主调教的，大家伙懂。好了，带裸杀就是干啊。他说呢都是帮主指点的，也就是说帮主呢对于这个女性格斗家组啊也是比较熟吧啊。所以说但是那个时候呢3问并不是很流行，那时候根本没有97，他根本就没有3问，你知道吗？97就没有3问，咱只能说帮主非主流还算可以。但是也还是那句话啊，长时间不玩，加上这个格斗圈啊，这个这么多年了啊，所以说帮主可能也是比较，也可能是确实落了这么一节骨。好了，祝词直接下扣。这一局灰灰有一个千鹤，这个是他的绝对主力啊，1比0，这个1比0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灰灰
随了一个千鹤，然后帮主呢还没什么好人，那就不好说。好了，开局跳 C 下轻手，直接跟上了一个必杀，直接打晕，这是一套必晕的招啊。2比0，这一局打的也非常快。咱看是无规则3问比赛，有的时候呢确实也是没办法。你要真说无规则的话呢，如果无规则但是不带选超8神的，那我选的人呢，我感觉就是特瑞啊，特瑞、龙2、千鹤，哎，这个人都非常厉害。8神也可以选，这个8神可以把这个龙2给替换掉。很多人说龙2无限连挺厉害的，但是这个龙2吧，这个毕竟，踢杀能踢中人的几率呢，并不像特瑞那个壮，也不像那个8神裸杀啊，就或者千鹤裸杀那么狠，所以龙2呢也是一个待选。那如果要算超8神的话，肯定是超8神特瑞加上这个龙2。或者龙2，或者说是这个超莉安娜。很多人说这回为什么不加千鹤和8神了呢？因为这个龙2，因为特瑞跟超8神这两个人，他的这个优点已经弥补了龙2的不足。龙2只需要来一个踢杀，而且龙2的踢杀呢，就对于无限连角度来讲呢，非常简单啊。我个人觉得啊，在这个无限连角度上来讲呢，特瑞和龙2来比的话，龙2啊比特瑞还要简单。很多人小狼我怎么就不信呢？因为我小时候我龙2的无限连我不会，特瑞的我会。说句实在话，当你都会了之后，你会发现龙2的更简单一些啊，就是踢杀，然后轻腿踢杀，就这个就是最简单的。还有就是无限，就是踢杀，那个呢，稍微的考验一下手速啊，手速够了，你也是简单的，就升龙反摇 BD， 然后再升龙反摇 BD， 就这个压键时间长一点啊，不要太慢啊，不要太慢。咱们看0比2之后呢，这一局灰首发的人物呢是被帮主给锤掉。帮主这一个人物不是很好啊，一个非主流界当中的中游的一个人物，然后加上金牙潘，这个还有一个5弱当中最弱的一个人，金牙潘呢也算是这个仅次于5弱的6弱啊，就是给人一种感觉是这样的。那么这一局的话，如果不知火舞死了，那灰还有一个主力，大猪，然后还有莉安娜，那我只能说啊，帮主祝你好运啊，就是真的是祝你好运嘛啊！哎，漂亮！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次抓住了这么一个机会。尽管你看在漫画当中啊，金牙潘肯定是不如这个大猪，我操！漫画当中啊，这个金牙潘肯定是比这个大猪要厉害啊，但是在这个游戏当中呢，你顶多也就是2002啊，你可以拼一下飞翔脚轻手再飞翔，这个飞翔脚呢啊，这个打这个大猪。你看猴子的飞翔脚呢，跟这个金牙潘的飞翔脚呢看起来挺像。然后呢，大猪的这个霸气脚，但是97里没有。大猪的霸气脚呢，跟这个金牙潘的这个也是学的啊，就真是师傅了啊。但是在97、98，其实咱实话实说啊，以金牙潘也不是很厉害啊，但是确实比97要厉害的多得多啊。只能说呢，那个98里面大猪和猴子稍微弱了一点，然后金牙潘强了一点，他们仨也就那么回事了啊。当然呢，可以看到这一局莉安娜跳地抢空，原地起跳地，直接跟上一个 V 字斩，这个确实是赖啊，然后再跳起了一个空投。莉安娜呢，作为一个非主流啊，我给她的定位是非主流当中啊，就是排名前5的人，也就是说就是15强啊。你像这个排名第1的话呢，我认为你得算是玩的好啊，然后不算其他5强的话。那么是东丈比较厉害，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啊。但是如果算上5强的话呢，莉安娜反而打5强呢，有时候还挺好使，因为莉安娜这个人啊，这个都比较强势，然后包括还有什么 King 啊，这都是15强非主流当中的比较牛逼的角色啊。看看莉安娜，好了，这平台第1真物啊，帮主回身一刚后跳 C。帮主只需要一个跳跃攻击重手必杀就能这个扭转战局啊！但是呢，已经刚 CD 消失，看看还剩下2秒时间，好像莉安娜赢了。咱们看这个眼神没问题的话，确实莉安娜稍微多了一丝血，好像这个真物觉得自己已经够了，其实是不够的啊！真物这种情况下呢，我个人觉得可以打一个横跳 B。因为这个横跳 B 呢，打这个莉安娜的时候呢，但是也不合适。如果莉安娜反应速度快的话，可以练一个下重手，就算是相杀，那也是帮主不合适。这样比分来到0比3。刚才这一局呢，我觉得是帮主的人太不好了啊。这个帮主啊，说句实在话，你本身啊，现在呢打灰可能就亏，因为他俩是师徒关系啊。就是最开始呢点播灰的人就是帮主，但是呢这个时过境迁啊，这个事儿就这么事儿。咱们还跳 CD 打出 counter 之后呢，想要接跳地，然后呢第一时间影跳地呢变成一个正摇上跳啊，然后这一下就摇出了一个空中正摇腿，可能是忘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人物啊太
太次了啊！这多嘚儿啊！你可以看到是就给你个千鹤，给了个玛丽和罗伯特，应该说也算是挺给劲儿吧啊！帮主这个人物呢，实话实说呢啊，就是连一个小5强都没有，然后你就更别说别的了。而且灰灰这个主力，这个千鹤这个人一旦玩可以裸杀，而且你瞅瞅啊，千鹤要是裸杀的话，那都赖的都赖的啊，赖的我跟你说真事儿的啊！我一看的是灰灰这样的人，我就怒喝一瓶小啤酒啊，谁与争锋？我跟你说啊，好了，祝此前冲过来，你瞅瞅，他这个跳臂呢判定是挺高啊，但是没什么用，裸杀跳 C 抢扣再接，他不是跳的慢了啊，他是这个人跳的还是太高。好了，这边开电风扇，然后呢马上千鹤输一个升龙。尽管这一局呢，莉安娜呢是获得不是莉安娜，这个不知火舞呢是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下了千鹤很多血，但是憋屈的是啥呢？憋屈的是整体的人物还是不好，人家还有一个玛丽呢，重手也死熟当家，好了，直接下臂。这个我就叫也死了熟当家啊，好多人还管他叫耶哭哭根，多嘚儿啊！这个空耳君都疯了啊！耶哭哭根是啥呀啊？好啦，跳 D 啊，跳 CD， 牛逼 Team 过来后拉，前跳逆向下臂取消，然后被刚 CD 打1点，前，哎，这个裸有点扯啊！我知道这个裸杀很厉害，对方一起跳肯定是扯了，但是人家根本没有跳啊。灰灰还是有点这个打得很随意的节奏，因为这一局的优势确实太大了啊！好啦，也死熟当家，前跳逆向回身，罗伯特跳重腿啊，这腿是带钩的啊，很赖的，重手再也死熟当家。好了，跳 CD 过来，原地起跳，下臂一顿切啊！前冲下盘过来，前跳 CD 过来，流鼻涕，哎，这个流鼻涕没流明白，然后回身直接给做死了啊！0比3之后呢，咱们看看是，这一局呢是有一个，我感觉帮主能把这种人物打成这样，我觉得真心不容易了啊！但是这一局想要翻盘，我感觉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哎，好了，一个抓，一丝血，升龙都能生死。好了，这个位置，玛丽的战臂啊，应该说玛丽应该算是玛丽核心赖招之一啊！你看打血不多，那是真赖啊，就是踢一脚，这一脚老远了，赖来的啊！好了，看看现在啊，灰灰这局有个草地精，有个雷电夏尔米，而帮主呢有个小草莓，有个猴子。哎，总体来说呢，帮主这个人物还算不错啊。来看看，好了。一顿无忌啊！这一局如果要是猴子打这个夏尔米的话，应该说好打一点啊。就是毕竟是啥呢？毕竟这个夏尔米他这个吹泡泡这招太慢了啊！这一招就得打那种非常笨拙的人啊，才可以起到效果。回身呢是下盘起手站 A 接上了一个必杀。这个你看啊，下盘直扎再直扎，你想吹哪有那么简单呢啊？跳飞翔脚取消。这个轻腿的飞翔脚和重腿的飞翔脚，很多人啊不理解，有什么时候用轻腿的？轻腿呢是为了跳波、越波，或者说是快速这个空中落地，可以用轻腿的。然后同时呢，贴近的话可以用轻腿的，但是如果要是贴远的话不行啊，贴远的话就要用重腿的了。好了，装逼了，帮主啊！帮主这一局猴子玩的特别像这个，有点类似于像这个黄奕那种，不能说黄奕，应该像是为所无罪啊，就黄毛那种玩法。扎完之后呢，飞翔脚前跳 CD 这招练得都非常出色，而且把人打晕。可是啊，这个打晕是打晕，最后呢并没有形成这个威胁啊，就是最后援助出来了。不过呢，最终的结局还是一样的。好了，下重手直接回身一个正反腿的必杀。4比0之后呢，帮主来一个1v3啊，也可以强势干掉灰灰呀！操，有几瓦卡也出来，有几老老出来啊，多嘚儿啊！就这个必杀，灰灰是不是傻？我觉得啊，灰灰你那骚包坑，你跟人大旋风比，你脑瓜里是不是有该？我感觉啊，真是，这是真傻！我跟你说啊，好了，1比4之后呢，咱们看帮主，哎，帮主这一局。又有一个猴子，但是帮主有点嘚儿了啊！给你猴子，你人家有8神，然后你用猴子打8神，你确实是太傻。好了，两个人可能网速有点卡，8神家跳来跳去，前跳 C 起飞1点，然后粘墙挠1下，结果被升龙打回去，小升龙1点，后跳地，战地过来回身发波1下，然后空中跳地抢空，看怎么去找这个机会。好的，再直啊！
这带的，哎，这帮主这一下傻了啊，飞翔脚。但是呢，这个其实呢，八神这个裸杀呢，猴子其实严格来讲，他应该不怕的。他跳 C 正常应该是可以打中，可以破掉这个裸杀的。但是怎么说呢啊，确实不好打。灰灰呢，我这么说吧，他如果用他主力的话打猴子，他是完全不怕的。我跟你讲几个从来就是这辈子不会怕猴子的人啊，包王，哎，包王。然后灰灰、河池、小鸭这些人这辈子都不会怕猴子，你就把世界上玩的最好的猴子叫来，他们也不怕，就是这个，但是不怕呢，不代表猴子不厉害。到这点可能大家伙可能不要，对吧？大家伙可能误解啊，不怕不代表他不厉害啊。你就包括你就是八神最厉害，那你说灰灰说我不怕包王的八神，那就是不怕，那包王就是不会用啊，关键是啊，你是这个包王你是不让八神是咋过的？好了，发波一点，哎，起身这一下这个给偷上了啊！下重手一撩，前冲跳抢空，前一个跑抓，重手再跟八智女。看看1比4之后呢，帮主这一局是一个被1v3局啊，原地跳 C 空防一点，腿绊一下站臂，你看又是这个站臂，这个站轻腿啊，就是说你动不动我也无所谓，非常非常安全。但是八神打这个玛丽呢，你要站轻腿的话，八神有一个比他还要赖的招，就是下轻手。八神的下轻手是整个这些招式当中赖的，就是八神最核心的下盘切入招式啊，就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好了，下招后跳 C 下重手撩空，前顶手直接被架招打回来，前天点站臂，后跳地回身背刚。好的，前天站臂过来没出升龙，跳地回身后拉，下重手直接嘚儿啦架啊，再前跳 C 回身一刚。好了，跳 C 的卡空，嘚儿啦加会呀，直接怼回去，这一个就不好整了啊！现在比分呢是1比5，灰灰呢已经是获胜了5局，连胜4局之后呢，这个帮主扳回一局，那灰灰呢有没有让他再继续下去？而帮主这一局呢有一个主力大猪，然后莉安娜和板崎良两个人都有板崎良，那这边呢灰灰呢只能用特瑞啊来为自己赢得一个很好的机会。而灰灰的特瑞呢，以我对灰灰特瑞的理解啊，灰灰应该是没有东北那帮人啊，没有像我们东北这帮人啊玩得好啊。咱们东北这边，比如像什么星星小孩啊，还有其他高手啊，但叶枫除外啊。我觉得叶枫他玩特瑞，我没见过他玩啊，可能3问有时候偶尔会看见，但正常选就哪怕是非主流比赛，他也不带选特瑞的啊。哎，不是非主流，就是非5强啊，非5强就是特瑞，我也没看他选啊。好了，落地直接一个反摇，红鹰胜啊，这不知道发音啥意思。原地跳 C， 大猪呢啊，毕竟还是你这个人啊，这个人帮主如果用这个人打不赢人灰灰非主流，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啊。而且这一局可以看到，大猪打这个特瑞的话呢，严格来讲不难打。你看这个特瑞升龙感觉挺厉害，他就是赌对方前跳，大猪这个后跳啊非常恶心。我可以第一时间先跳起来防御，对吧？我防你出升龙白扯吧。我一看你没出，我后跳 CD 或者后跳 C， 你就是忍着啊，就是轻易不要前跳。你看这灰灰这个升龙毫无秩序可言啊，就是随缘升，知道大伙儿知道什么叫随缘升吗？啊，就是愿意咋地咋地啊。好了，再一个前跳，这个特瑞能量闪身浪费了不说，然后起身又是被打懵啊。起身的时候灰灰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啊，不知道他这脑瓜里面应该正在想美女了。好了，回身一个转，前跳 CD， 我靠，一个爆气，落地升龙2下，直接再反摇被前跳 CD 的呀！去你妹的帮主！这一下是灰灰被打残了，你知道吗？啊，比分是2比5，这一下真是给灰灰打残了。灰灰完全就是所有的啊，灰灰所有的这个套路啊和这个走向啊都被帮主给猜中了。就你一撅屁股拉几个粪蛋儿，帮主都已经完全猜到了啊！你这个就没啥说了。但灰灰这一局人物不怎么地，2个当兵的加一个镇元大仙。而这个帮主呢，人物比较不错啊，是一个草剃精，然后加上一个千鹤啊，这屌爆啊！千鹤在场，那就应该说点播灰灰的啊，就是这个千鹤的，就是这个帮主。好了，刚才是跳跃奈落落，距离不够，不敢接重手，选择接下轻手。那个位置呢，下轻手要么就接正手的无视必杀，要么呢就接这个斜下重腿。你接薄力嘎纯属是扯啊，你接不上啊，你打电脑能接上。好了，重手过来之后站 A 打对方封招，这个不管你是起跳还是出什么招啊，一个这个草剃精这个站 A 呢打固定非常好使。然后灰灰看哈，这一局是老头，粉色老头啊，这个桃花庵里桃花仙啊，
好啦，这下重手根本就不好使，被打了一个小5连。前原地起掉逆向，下臂站臂想出生，大哥你要出升龙，你应该出重手升龙啊，但是那个位置不好使，那个位置。好了，接上个必杀之后，下重手直接啥玩意儿啊？我都看不懂，大伙啊，大伙啊，他这个是下重手，我知道他想要接什么，他不是想要接必杀，他是想要接这个反摇手，垂直拉下。然后前重手反摇手的话呢，就是正反手的必杀，就是反正手就是不是正反手啊。然后他就是那个浴火焚身的必杀啊，老头啊。我有时候玩老头也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好了，这一局看看帮主呢是一个1v3的局面，但是呢草地精呢并没有走到最后，剩下2个人打莉安娜，我觉得就算莉安娜是非主流界当中的非常牛逼的人，但是我觉得用处应该也没有吧啊，比较嘚儿吧。下臂。好了，前跳地过来，下轻手，前倾腿，这小屁股啊，空中抢空，腿绊一下，跳地抢空，重腿取消，这是一个确认出的前倾腿啊。原地起跳被腿绊，下臂一抠，前跳地再卡空，后拉空中一响，好了，连续的往前拍啊，前跳地一丝血，下臂前跳一顿点啊，跳地再前跳地。不行啊，这个板修利呢，作为五弱啊，连非主流都算不上啊。五弱的话啊，那真是弱到一定程度了。确实玩的也没什么好的套路。但是千鹤这是不接不上啊，这个位置。好的，漂亮，这灰又是被对方给猜到了啊。好的，助词下后一丝血，这还玩吗，大哥？这怎么玩这大哥？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吗，灰啊！我这个事儿连我都不信啊，你还搁那劲儿的啊！你就这千鹤一下蹲，马上就不动的时候，马上左右摇一下啊！你看，这非得跟这个千鹤的布阵挑战一下子啊！真不知道他咋想的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现在呢3比5，灰呢是有2个小5强，灰的这一局是有一个草地精加大门，还有猴子一个5强啊！那这就没说的了啊！帮主呢有一个非主流界的佼佼者东丈，还有一个玛丽，也还算不错。这个吹泡泡啊，97的 QF97当中最会吹的人啊，这个还是微弱一点。保利搞雷撒埋被后跳 CD 打中，升龙被迫，哥哥帮主你重手前倾腿，我必杀呢我必杀呢我，这太假了啊！这一下没整明白，被草地精被这个东丈直接打了一个正反手必杀，完全不考虑这个。草地精的感受啊，这刚才呢是一次失误也就算了啊，这一次再失误呢没有天理了。好了，升龙被刚，猴子那么好的一个机会啊，猴子刚才那样的话可以利用什么招接必杀都能把对方打死。然后这个东丈呢是应该说这个升龙出的感觉有点另类啊，但最终呢还是给玛丽留了1颗气。正常以东丈跟玛丽的关系，我觉得应该留2颗气才对啊。他俩肯定是有事儿，我跟你说。好了，一个爆抓 ，AB 闪身，重手前轻手回身一杆。好的，跳地抢空。对，这个玛丽打猴子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也不能算 bug， 应该算是一个系统的这么一个设定。打猴子的时候呢，比如说一个搓地板或者一个爆抓之后 ，AB 闪身或者后前腿或者 AB 闪身，然后马上接正反手的必杀。这个猴子要反向防御的啊，猴子要反向防御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就是因为咱们这次不是带裸杀吗？带那个应该算是带这个无规则带裸杀的，所以说这个招可以使用啊，打中不用还。但是呢，你要是知道的话会防啊，那也就没啥用了。不用说会防，你就说起身的时候和 AB 闪身，那就无敌了，那就不用说防不防的事了。咱们可以看到现在帮主和灰跳地想要抓没抓到，漂亮，直接一个裸，但是倒地受身啊，漂亮。这个灰明显是有点这个起身抓这个天地反的时候有点太相信自己的节奏了，而且没有安全天地反，这一点大伙儿看到了，没有安全天地反，比分来到4比5。这个比赛呢有转机，尽管帮主啊一直人物都不怎么好啊，一直来说都不怎么好。那你像刚才灰的人物还是比帮主好，但是帮主还是赢了。咱们还有现在4比5。帮主这一局的人物呢是燕之克里斯，然后2个非主流，一个五弱非主流啊。然后灰的又是巴克门，我靠！好的，这大哥，那你这就是不要脸啊！就这种啊，你好看，你们全家都好看啊，那么讨厌的啊！就这个，很多人说他妈这也带的啊，因为无规则吗？那没招啊，就是带啊，你咋说呢啊？鬼步啊！
为什么说打这个克里斯8神可以鬼步呢？克里斯、真物、草地精啊，还有这个什么大蛇。小草莓，像这种类型人呢，都可以无限鬼步啊，就是最简单的鬼步啊，最漂亮。下重手德拉加会呀，他练完这个正摇手第2段，那肯定8神只要出必杀，那个棍子是必中的，无论打中还是没打中，就是必中的。这个可能很多人小狼是吗？小的时候你可能没玩过，小的时候这个选棍子的人非常多，那个时候没有人会闪身，没有人会能量闪啊，刚 CD 也就会个刚 CD。棍子在远距离一顿捅，然后你跳过来我下重手，你闪过来下重手，大家会呀，老疼了。所以说呢，就发明了这个8神和猴子这种类型的冲刺必杀。你第2段打中之后，我马上摇必杀，冲过去之后呢，你就挨揍啊，也有这种想法。但是呢，用处不大。你像这个棍子啊，防御力虽然说低，但是呢，如果他爆气的话，一个下重手，大家会呀，那老疼了啊，那老疼了啊，那就你还不还，没准你就死了，你就还不上了。感觉咱们看一下4比6，感觉这一局呢2个人物啊都不咋地，但是我总感觉还是灰的稍微强一点啊。你看七家社有红丸，有一个小5强，但是他确实啊有一个真物确实偏弱。而帮主呢2个女性格斗家加上一个克里斯呢，表克里斯在这个和七家社比的话呢，我觉得表七和表克。他俩在非主流界当中出场的几率呢，七家社比较高，也可以认为七家社呢比较厉害，因为这人全场脚长，虽然说拳脚炮呢不如克里斯猛，但是呢他有架招升龙，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站重腿，防这个对方蹲防，下重腿的托马斯也是非常嚣张，所以说这个人物啊也是这个个人觉得比这个帮主的人物好啊。而且呢，这个有一年啊，咱们看那个非主流大赛，大家伙记住啊。非主流比赛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选10强的比赛。帮主啊，这不是帮主啊，这个有一个人选了一个大蛇组，就是克里斯、夏尔米和七家社，选这3个人获得了冠军啊。可想而知啊，这个非主流这个也没啥说，因为这3个人呢流气流的也是非常好，所以说就这么个情况。咱们看这个七家社一顿点啊，全场脚长就是狠。然后站 CD 也是非常屌爆的一个铁山靠啊，一个站 CD 啊。好啦，这是大鹰，这是拳皇里面玩动物啊，玩小动物的人啊，也是非常屌啊。好了，一个哈斯多莫麦，前这种情况应该重腿接反摇手，其他社的还是这个比较，应该接这招，刚才还是比较猥琐了啊。后跳地下重手，直接跟必杀。4比6之后呢，这一局灰应该是要拿下了吧？但是尽管我看得出来啊，这个七家社呢1v3的局面，但是真物这个人应该是白扯吧啊，上来没有气儿，刚才留一颗气儿，但是由于是七家社啊就不留了。前摇地，这个应该说这个真物他的跳重腿是一个非常逗的啊。草剃精的原地跳重腿跟真物的跳重腿的这个姿势是一样的，但是草剃精的前跳重腿和后跳重腿啊，它的姿势就不一样了。这一点呢，大家伙一定要看清楚。前跳地，但是这个跳重腿，我觉得反而比那个还要稍微的牛逼一点。我去，大家伙看一下多少血呀！这个超必杀，我了个擦呀啊！轻手，哇呀，12啊，11、12脸啊！看一下红丸，没事儿，打你大姑妈。好的，再前跳 CD 又 counter。这个如果反应速度快的人最好接什么呢？反应速度快的人最好就是接这个正手的这个雷光拳必杀，最狠的啊，接雷光拳啊。比分来到4比7。好的，这一局2个人物，要我说的话呢，还是灰牛逼啊！你就是，而且克里斯给大猪留气儿，然后东丈呢不会用排到最后，帮主呢有个东丈，但东丈这个人。要我说啊，东丈这个人也确实不咋地。咱们看一下啊，这何苦来呢？这一个下重手打不死了，但是灰没有吝啬。刚才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这种情况下就重手前倾手接正摇手，你就这么简单啊？还不知道怎么练？就或者是刚才那种情况下，对吧？那正摇手你都接下重手都能接死，不用接必杀的。好了，看一下麻花手一个正摇，再一个正摇手，前跳 CD 卡空。好的，前跳 CD 再后拉，轻手一摸，连续的前跳，重手前倾手一跟。好了，前跳 CD 往前拍，
再往前打。哎呀，这克里斯这个拳脚炮啊，他这个跳 CD 是整个这个人物最核心的最核心的这个招式了，跳 CD 太狠了啊！下臂直接摸死，1v3的局面啊。当然这一局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灰灰，如果说他的这个大猪上场的话呢，我估计帮主的大门也白扯。所以说这一局啊，帮主应该是扯了啊。一个气功，哎呀，能接上招，再接前倾手，有的时候都能接上。一个前倾手呢，直接接这个必杀，不要接这个打击头。接打击头的话，那个系统呢比较慢，然后有的时候摇的不是很准确啊。好的，一个这个飞行道具，这种飞行道具呢，虽然说慢，但是呢，这个判定点非常高，也是整个9期当中最特殊的一个飞行道具了，没有比它的飞行道具再特殊的啊。能打多点的飞行道具，虽然说抹血，你要用它抹血，其实用处不大啊，非常慢。然后呢，但是打血还算不错，还能接招，能起身打软连接招。如果起身对方乱动的话呢，最起码接一个跳 CD， 或者是打角落里接一个前倾手，一个必杀，我靠，那就疼了啊！那要是再接上一个前倾手，接上一个打击头，再接必杀，那更是没谁了。好了，一顿24连小铁链，站壁后拉轻手 ，AB 闪身横跳地，跳来跳去，回身一个暴气，再找机会。跳来跳去，大门蹲起，后前手一丝血，这，哎呀，这个帮主是不知道这个是有 bug 阵属性吗？大猪这个人是有 bug 阵属性的啊，这招是有阵属性的，可能他不太清楚啊，有点嘚儿了啊。好了，看看。这一局4比8，已经是到了4比8的比分了啊，也是醉了啊。好啦，跳来跳去，看看怎么个情况啊。下地过来，前跳一根。好了，一个腿棒。莲娜一顿小压制啊！这一局灰灰呢，应该说想要混的话，只能靠这个大门混了。因为这局帮主的龙二呢是龙二啊，应该说这么说，帮主呢开套出了很多人物，8神的综合技打法呢是帮主开发出来了，龙二呢也是帮主呢是带引领潮流，虽然是后来不怎么玩了。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大猪，这是帮主的3大贡献啊。但是呢，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一局莉安娜是白送，然后呢真物估计也白费，就看情况嘛啊，就只能所以说只能看那个大门，皮鞭抽1点，前跳 C。好了，蹲起，前跳 CD 过来，走过来，再找机会，下身手撩空，前跳地，重手取消，再前跳，直被重手一摸，前跳 CD 回身一打回来，前腿棒一根，好了，跳地过来想要打重手，结果被 C 头打回去，直接一个起身裸，其实这个龙二这个裸杀呢，还是断头台这个必杀还是非常厉害的啊，只不过呢，这个厉害呢，不代表他没有破绽。好的，龙二呢打真物呢，并没有完全取胜，而真物呢这个人有气儿之后啊。他的这个，如果他有3颗气儿的话呢，真物那个整体的实力呢也会这个加一点了啊，但是加不了太多。看看猴子挠过来飞翔脚轻手想接必杀，但是节奏不是很好，重手接正着 C 下 B 下 A 前跳 C 过来，重手薄利杠不薄利杠啊。好了，空防重手一杆，头肌被拆。看看真物这一局啊，连续的跳来跳去。这局猴子想要赢很简单，就是靠时间啊。这种情况下就是靠时间，好的，然后呢抓住一个机会，直接直扎成功，然后呢灰灰就嘎逼打了啊！这一局，3颗气的大门还算是给灰灰留了一线生机，因为大门打这个猴子啊还是比较好打的，然后小草莓稍微难一点。哎，这个还真别说，打小草莓的话啊，这个大门有时候很憋屈，头上符不敢轻易的乱用。小草莓的跳跃攻击非常高，大门头上符一个不小心啊就被越过了，然后呢落地跳地中直接抓这个指令头，尤其是角落里面那就死得太惨了。飞翔脚前跳 C 回身一刚，出云头被耍 ，CD 取消挠过来飞翔脚直接必杀，漂亮！帮主猴子玩的还真是挺华丽的啊。这样的话，比分来到5比8，灰灰呢并没有把这个比赛变到这个赛点啊，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精彩啊。来看看现在5比8之后呢，帮主呢是8神大门。灰灰的人物确实也不能说弱，因为他3个人物都是10强以内的。你看这个里克里斯也是10强以内的，而帮主呢有一个比较弱的这个安迪非主流，这一点呢是大大的打了折扣。
啊，这也比较嘚儿。而且灰灰的这2个人呢，后面前面第一个人不算啊，后面那2个人呢还可以多留一颗气儿。而帮主的8神跟这个安迪衔接，肯定就是拉倒了啊，肯定是不好了。好了，掏手一根，前跳过来被掏，轻腿也可以无限鬼步了，这可以鬼步了啊！重手前一手，再跟荷花3式直接打晕小升龙，大升龙啊！这肯定不要想，打晕是肯定打晕了。1点重攻击，轻腿抓过来；2点重击抓过来；3点重击前一手，葵花3式，一共6点重攻击，6点重攻击还多了1点轻攻击啊！看看特瑞，歪了，对呀，哎，我才想起来啊，不对呀，大伙儿啊！我老说这个5强10强的事儿，大伙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儿了。特瑞他妈的可以无限连啊！特瑞要带无限连的话，那在无规则3问比赛当中，你随着特瑞都随着一哥了。特瑞应该是最厉害的了，没有比他再厉害的人了。就你什么，你看，哎，灰灰这啥玩意儿？这是啊，这个太假了啊！这，哎呦我这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这后我插也插不上。完了，这好好的一个人啊，让他给浪费了。你让真物，不是你让这个安迪能打死也是醉了。好了，距离特别远，想接重腿，你真是醉了。后我插再来，这一点啊，我告诉你，灰灰就是不会玩。我跟你说，灰灰就是不会玩特瑞。我这么跟你说，特瑞只要撞到人，大伙记住，特瑞只要撞到人，他就可以无限连，不管打多远。就是不在角落里，他可以无限撞。他只要他用战轻手去撞，很多人说小狼你净扯，战轻手怎么撞？我就知道下重手、下轻手可以撞，战轻手撞不了。我告诉你能撞，你拉住后斜下，然后呢，这不撞完了，撞完第一时间拉住后斜下，然后呢回中点轻手，然后前倾腿。这时候他不又是轻手回空一个撞，能撞到，然后呢撞的时候你再无限这个拉到左斜下，哎，就是重复这个刚才那个动作，左斜下回中轻手前倾腿，然后左斜下回中轻手前倾腿，这个拉到左斜下，就是这么一个无限轮回。他站轻手的话呢，就身体会往前蹭一步，这样的话呢，因为你那你懂的啊，那大伙懂的。好的，这个反手，这个必杀呢打的不是很疼。好的，回身反裸一下，漂亮。帮主呢，最后还是死在了玛丽的这个死亡环绕之下嘛。最后一点血，一个重攻击，哎，不一定。好了，战壁，两个人咱们看一下。哎呦我去，灰灰这是出了一个什么招啊？完全看不懂的招式啊！这个招我也是醉了啊！5比9，看看帮主呢，刚才差一点啊就翻盘了。这一局人物完了。这局人物带无规则的啊，红丸裸杀非常厉害，大猪呢在裸杀当中也能排上前5了啊，就是大家伙都知道，就是前5的意义是裸杀前5，真正的实力还是5强啊，就不是前5的事儿了啊。但是红丸呢，咱们可以看到首发，对方是龙2，帮主的龙2可以无限连的，踢杀踢他妈的呀啊！带无限连的不干，我也是醉了啊！前跳臂，好了，回身一个地头过来，好了，下盘2点，直接一个正手。各种不控制啊！前跳地回身，地头打过来，看一看再前跳地，啪2点，直接正，没有给人一种特意有裸杀的感觉，但是裸杀是厉害啊！很多人说裸杀的话呢，这个都是雷光拳，哪个雷光拳厉害？红丸的雷光拳厉害，红丸是练招，他练完就这个雷光拳练的时候特别厉害。如果没打中，他确实挺惨。对方可以能量闪，不是能量闪啊！对方如果就没有能量闪的话，对方可以过来直接打你。然后这个如果要是这个雷电夏尔米的雷光拳呢，对方就打不了，因为他收招非常慢。但雷电夏尔米弱就弱在他发招的时候啊，不能定平，所以说呢，他发招的时候呢，对方可以破，而这个红丸就很难破。5比9，看面对大猪，好的，扣地下来。前跳回身下盘起手前倾腿，这个前倾腿呢有点着急了，最终呢是直接被扑死。这样的话呢，比赛就到了一个垃圾时间。看看比利这一局呢啊，这个比利海灵顿啊，比利王啊，前跳 CD 过来，前倾手打中。好了，这个下重手呢有点异想天开了啊，架招没有成，被战壁直接点中指令后抓。看看大猪前跳 C 重手一摸打后跳 CD 再后跳打成一块血，回身直接一个裸前跳地下重手达拉家会呀，直接扑地
就是干啊！当然呢，最终呢，帮主呢是以这个应该说也是过5了啊。主要呢前面的4局输的太憋屈，否则还是有机会的。而人呢确实没有挥好，大家伙从头到尾我感觉帮主的人物一直都非常弱啊。当然3问这个东西呢，你没法说，运气是一方面，实力呢也有。帮主人物不好也有赢的时候啊，但是不是把赢，没办法。下一场比赛呢也是来自于帮主一场比赛，而且下一场比赛也是非常好看，希望大家伙能够支持小狼，也别忘了去支持小狼的这个直播间斗鱼的97号房间。咱们下期再见。